大家好，我是鸟丽。已经从过年到现在都没有出去骑车，我真的是快要闷坏了。虽然中间有出去玩过，但是那是开车出去，觉得有没有骑车真的有差。那今天就是请了2天特休，一口气从桃园杀到高雄。那我们等会到高雄见啦。这个星巴克真是特别，也说不上来好不好看，倒是像个老旧火车站。旁边是新丰火车站，那么这间星巴克果然是用了老车站的建筑吧。上次带妈妈和女儿出来玩，后来妈妈问我是比较喜欢自己出来玩，还是跟朋友，还是跟家人。其实这3种方式各有各的优点，很难直接说是哪一种最喜欢，但要说最方便的，我还是会选自己出来玩，说走就走，想去哪就去哪。最重要的是可以骑机车看风景，这大概是我最上瘾的，所以才会1个月没出来骑车就浑身不对劲。但一个人玩的过程，有时候看见什么觉得很有趣，也无人诉说，所以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。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给个大拇指，按下订阅，以后就可以很快看到我的更新啦。走过那个地方，就是火花罗经常说的后龙死亡弯道。为什么要走这么直路呢？这里的景倒是很别致，走在马路旁边马路上旁边是铁路，然后前面有这个风力发电的风扇，太特别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只有这里看得到。龙岗，这里太刺激了。很有趣，很有趣。一路上 Google 带着我绕啊绕，都快憋死了。好不容易在这个滨海公园这边看到一个厕所，赶快下来上。这边其实很早的，时间其实很赶。我们考到晚上有定位5点半的场次，这就是我梦想要去很久很久的地方。高雄的餐厅啊，对我来说也不是想吃随便就可以去吃，而且它生意超好。晚上再跟你们揭秘是要去哪里。
这里看到好多做会客菜的店，本来以为会客菜是办桌的另一种讲法，查了以后才知道是访客探监的时候带去给受刑人的食物。看到这个就会想到北港朝天宫啦。南部真的很常看到这种在路边的小庙欸。Leaving the past behind with a heart full of emotion. Through valleys and fields where the wildflowers bloom. Chasing the horizon with the wind as my groom. 这间太子宫直接变成地名了。这条路两边的路树竟然都是修剪成这样的榕树，欸，好特别啊！现在刚好是阿勃勒缅栀的花季，这里还能看到大花紫薇，一路上能看到这么多花盛开，真是太美了。我又回到台山县啊！这两只龙的形象真特别，果然是恐龙吧？
这里竟然有个贝壳馆，可惜这次来不及看了。真狼狈。当然，经过骑了大概8个小时的车，屁股已经摊开了。Oh no！ 终于到了这个旗津星空隧道跟其后炮台。本来呢还要去鼓山那边，看样子应该是来不及的，为了晚上那个定位。这里风很凉，很舒服哦。风里面有海水的味道。隧道走出来就会听到海水的声音。这里有一个标榜。哇，这个地形很大。这个地形也很厉害，现在热死了。我看我穿了毛裤，其实我也知道今天天气非常好，但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还太早，以现在的季节来说，清早温度还是偏低的，而且又有很大一段起滨海。所以不得已还是要穿得厚一点。可是到南部，尤其现在下午，就真的很热很热啊！救命！好想换薄裤子啊！偏不从正门走，呵呵。灯塔，这个 logo 好可爱啊！有一种回到大航海时代的感觉。我是台湾第一座电气灯塔，怎么没有冷气？在这个边缘涂上白色的油漆，除了有让人家注意到边缘的安全重要性之外，其实还莫名的有一种二次元轮廓线的趣味感。是身为一只老兔子，我又想上厕所啦，哪里有厕所？时间好像差不多了，我要往餐厅赶了。我忘了今天是平日，下午5点正是下班尖峰时间。从旗津到这家餐厅要20公里啊，半个小时前出发根本就不够。这就是我今天拼死要来的地方。
修还是知道。好，来，我刚刚差不多了，现在可以帮我停下手边动作了啊！筷子帮我换汤匙，再来一张海苔起来。也就是说，一手汤匙一双海苔的意思。啊，一手汤匙一双海苔。好，等一下，前菜百次爆肝。这个是这个前菜呢，先帮我用筷子顺时针搅拌100下。100下，对，像打蛋的方式就可以了。顺时针，也可以同一个方向。就是只要同一个方向搅100下。一定要100下的原因是什么？这是唤醒它的活性。哦，打到有泡感的阶段，对，泡感阶段像打蛋的方式，就是把空气打进去，打到绵密的阶段。哦，这个味道还蛮清爽的哦，它就是黑豆做的纳豆哦，黑豆做的纳豆。可是这个纳豆呢，比较没有什么不讨喜的味道，是因为它是新鲜的纳豆，没有经过冷冻的，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纳豆哦。有金红酒，谢谢。拿一张筷子换汤匙，拿一张海苔。所以一张海苔包一口，对，一口大小。然后海苔搅对搅，折成三角形。然后这时候搅两边要往内走，然后一口吃。哎，对，差不多。嗯，微微的辛辣，可能有加一点点芥末，没有阿豆的那种臭味，好吃。这个海苔全部都是用这道的。我以前吃过纳豆，真的是不喜欢，但是这个纳豆真好吃，完全没有那种又苦又臭的味道。虽然还是会黏黏的，但是只要你是可以接受秋葵黏腻的人，一定也会觉得这个好吃。一点山葵酱的辛辣味造成微微的味蕾冲击，每吃一口冲击一次，可能这就是它名字的由来吧。这是第2次喝无酒精红酒了，真好喝，好想买1瓶放家里喝哦。他们家的菜单呢，就是你乍一看不知道的话，都会以为是真的海鲜，然后做出来，你看外观还有吃味道，也会很像真的海鲜，这其实都是熟食。好，谢谢。冬瓜。侧面呢就是比目鱼的鳍哦，这样子。热的番茄，里面有热的番茄，非常奇妙的味道。豆是热的小番茄。那你上面这个不是葱哦？好。又是丝瓜，这个方向很好啊，丝瓜。真的很像丝瓜，这都是丝瓜吧？茄瓜，丝瓜，对，这猜对了。首先我们会把皮削掉，去掉它的皮。那因为侧缘这个食材，主厨每上一道菜就会让大家猜是用什么食材做的，有时候还会跟大家开玩笑。茄子，加1茄子，你也认同茄子？好，我来讲一下，其实刚刚西曼啊，香蕉！有厉害，是香蕉的哪里？有人知道吗？皮，没有错，就是香蕉的太神奇朋友。哎呦！我只是先介绍他的朋友。看看这道法国三宝，就问你他们做的像不像？
别认同气泡茶，然后对啊，别认同气泡味也是啊。那你应该看看，它是全气泡它是全白的啊，它是全白的，不是高米菇，高米菇是上层。是什么菇？是全白的高米。是菇，都是烧的菇。还有那个菇啊，它是全白的。这种菇呢，我们叫它百灵，100、200的百灵性的灵哦，百灵菇。茶碗蒸味道非常鲜，我想主要是因为有放上面的那层海菜，里面放的料也是很特别的搭配，有竹笋啊、香菇、银耳、栗子、杏鲍菇。顺着拿就好。好，谢谢。大家猜猜看，这个干贝是用什么做的呢？每一道都很好吃，到现在为止没有雷，然后我已经差不多吃饱了，后面要饭，还有1、2、3、4、6，这也准备一起的。谢谢。哇，金银珠还蛮像海胆。如果有另一台相机在我旁边侧录，就会看到这顿饭我比主厨还忙，不停的在注意主厨动作啊，准备相机与镜位，然后品味餐点这些事情之间切换。谢谢，哇，好漂亮！炸香蘑菇吗？这上面的酱真的有浓浓的香蕉味。别小看这每款寿司都只有1个，整套吃下来还真是撑。但是晚餐时间有2个时段，我们这一场只能吃到7点，基本上是没什么休息时间的。看得出这是什么料理吗？它叫猪脚面线，我真幸运，刚好旁边坐了一位寿星，这才知道原来五郎食时是有这样的惊喜服务，这可是之前在别的素食的 YouTuber 影片里面没有看到过的哦。太贴心了。吃太饱了，出来走一走，消化一下。徒步大概1.2公里左右，可以来到爱河之心这里。现在晚上8点多，还是非常的热闹。这个桥的路面做了有趣的设计，标出了从爱河出海口开始算距离，沿河的一些有名景点，这真的是很不错的观光行销方式啊！好啦，累了一天，我得回旅馆休息了，明天继续，大家晚安。